刚刚看完《蜘蛛侠：崭新之日》，快速为各位老板做一个无剧透的影评。先说结论啊，这部影片我个人认为是在复联4终局之战之后最值得去电影院观看的漫威电影。所以漫威粉丝还有蜘蛛侠 IP 粉丝可以放心冲哈，情怀拉满，致敬也拉满。但如果你是一个路人观众的话，平心而论，我个人认为这部影片没有那么的惊艳哈。到不了美队2的高度，所以也不会强行安利，就是你要有钱有时间随缘观看即可。那视频结尾我会谈到超英题材电影目前一个两难自解的困境。先说优点部分，在《蜘蛛侠：崭新之日》里面呢，粉丝能够看到不少对托比·马奎尔和加菲版本蜘蛛侠电影的一个致敬，比如街道的追逐戏啊、吻戏啊、体内喷丝呀，甚至连一代蜘蛛侠背疼的梗啊，也都承接过来的很好啊。漫威在拿捏老粉丝上真的是得心应手。其次，影片新加入了 X 战警核心人物之一秦格雷，该角色由萨蒂辛克饰演。还好不是黑人演员啊，这些年被西方的政治正确搞得有点 PTSD 了。那比较有趣的花边新闻是，电影宣发期间啊，团队所有人都极力否认秦的加入，结果电影一上映啊，又发现是漫威的这个骗人老套路。在蜘蛛侠电影里加入 X 战警的元素啊，并引出新的故事线，也是非常符合漫画原著的。小蜘蛛和战警们的关系在漫画当中一直都是非常好，而且有过很多次的合作经历，而且电影里也明确表示出现变种人的存在，能感觉到漫威之后啊，会把更多的戏份和精力投入到 X 战警上。凯文·费奇也曾表示啊，漫威多元宇宙阶段结束以后会开启变种人时代。从电影的剧情来看，影片中蜘蛛侠对秦确实起到了一个导师的作用啊，也暗示着传承，就像当年钢铁侠和梅姨引导他一样啊。或许也是我多心了，但是从电影的某些角度来看，我甚至觉得蜘蛛侠和秦有那么一点CP 的感觉。总的来说，文戏和感情戏不突兀，又有致敬和情怀的加分，再加上不俗的特效和打戏，蜘蛛侠崭新之日可以说是近些年最值得去电影院一看的漫威电影，比这个美队4和惊队2强到没边了啊！接下来说一下电影的不足，或者说是超英题材目前无法打破的困境，就是无法让普通观众共情。那用我个人最喜欢的托比·马奎尔版本的蜘蛛侠举例哈，他的蜘蛛侠需要一边打工一边赚钱一边读书，还需要拯救人类，那会躲着房东走，会怕交不起房租，也会被炒鱿鱼。那普通人的困境不会因为他是蜘蛛侠的身份就被抹去了，相反他需要承受更多。就比如在生活的重压之下被毒液黑化后，他能想到最坏的事儿就是去打折店买一套新西装，然后找老板要求外包转正。那屏幕前的各位老板，就只要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的人都能知道这版蜘蛛侠的一个伟大的含金量。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不到章鱼博士、绿魔这样的反派，但是生活这座高山却实实在在都压在了蜘蛛侠和我们屏幕外的观众身上。那这就能让我共情。再回到蜘蛛侠崭新之日，影片对于展现蜘蛛侠亲民的部分，我个人认为稍微的有点简单了啊，就好像停留在我跟老外打招呼只会说 How are you 一样。我感觉他似乎完全不用为生活发愁，天天维护城市秩序，也不需要打工赚钱。房屋中的电子设备，我个人感觉光电费和 AI 会员费就够他喝一壶的，更不用提房租和日常开销了，还有他的这个什么战衣维护的费用。凭借我之前在美国的真实生活经验来说啊，影片中的蜘蛛侠一个月税后最少得有$8000才能够维持他在影片里的生活。这真不是我故意找茬啊，就是如果说我现在还是学生，我会对这部影片的评价更高更好也会更加关注它伟大光荣正确的部分。但是作为工作了好几年的打工人，我实在是无法抛开生活，只带入英雄视角来看待这部电影。所以作为一个普通的漫威粉丝观影体验很好但我始终无法与主角产生共情，就有一种距离感就我只能远远的看着他。那超级英雄的诞生，无论是 DC 也好还是漫威也罢，最早其实也是源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嘛从而创造出来了一个甚至是一群虚构的英雄来缓解人们现实中的痛苦，给予人们希望，相当于一种精神安慰剂吧。小时候看会把安慰剂当真，但是大了之后发现梦醒了。影片里的英雄一直活在影片里，但是影片里的反派却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五花八门的出现。所以说这些年我最满意的反而是像黑袍纠察队这种反超英题材的电影。在黑袍里，火车头最后的自我救赎比大部分大制作电影里的反派转正都要来的印象深刻。所以希望以后漫威电影或者是超级英雄题材的电影，他们能够在叙事层面有更加新鲜的手段，或者最起码把这个致幻剂包装的再真实一些，或者说药效再长一点。要不然的话，可能当初看他们英雄电影长大的孩子，到了成年之后就很难再看进去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